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很多台灣人一輩子吃這些東西，卻從來沒想過，他們為什麼會變成國民小吃？今天這一集，不是夜市攻略，不是觀光客必吃清單，更不是哪一家排隊最長，哪一家最網紅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認真聊一件台灣人自己平常不會坐下來聊的事：台灣10大國民小吃。只要你全都真的吃過，你就是台灣人。記得訂閱加點讚。我們開始。第10名，蚵仔煎。蚵仔煎會被放在第10名，有些人會不服氣，但老實講，它的位置剛剛好。因為蚵仔煎從來不是拿來炫耀的，是拿來炫存在感的。鐵板一熱，油下去，老闆動作很快，但一點都不急。雞蛋敲下去鋪開，蚵仔跟着下，不是擺好看的，是直接丟，讓蚵仔在鐵板上自己決定命運。地瓜粉漿才是靈魂，它不是純麵粉，也不是純澱粉，是那種半透明，會粘嘴，咬下去不會斷，只會被牙齒拉開的口感。外面一點點焦，裡面還是滑的。青菜下去的那一刻其實很關鍵，它不是為了健康，是為了讓你下一口還能繼續吃。沒有那點菜，整份會膩到你想停。最後老闆拿出那桶醬，不會問你要不要，而是默認直接交給。甜先到，接着辣才慢慢出現，不嗆，但會停在舌頭後面。蚵仔的海味被醬包住，又從縫隙鑽出來。你吃蚵仔煎很少會一口一口分析，大多數時候是低頭快速吃完才發現盤子已經空了。蚵仔煎是那種你站着吃，吃完擦嘴繼續往前走的食物。第9名，甜不辣。甜不辣名字聽起來很兇，但本人完全相反，不辣不刺激，甚至有點溫柔。鐵鍋一直在滾，白蘿蔔、魚板、黑輪、米血泡在湯裡，顏色淡淡的，卻很有安全感。你站在攤位前，老闆不會催你，因為他知道你一定會點。重點不是吃，是那一碗湯。吃完東西把碗遞回去，老闆二話不說，直接舀一碗熱湯還你，加香菜，有時候再撒點胡椒。你雙手捧着，那一刻不是夜市，是被照顧。甜不辣很少成為主角，它不是讓你拍照的，也不是讓你發限動的，它存在的意義只有一個，讓你在夜市裡有個可以暫停的地方。第8名，鹽酥雞。油鍋一直在炸，聲音很吵，但很安心。雞肉下去的那一秒，外皮立刻鎖住，裡面的汁水開始亂撞，老闆的手沒在停，一邊炸一邊問你要不要加點什麼。重點從來不只是雞，真正可怕的是你會一直加米血、甜不辣、豆乾、四季豆，本來只想買一份，最後變成一大包。撈起來那一刻，胡椒鹽先撒，不是細細的，是很隨性的揮，然後9層塔下去，遇到熱油直接爆香。那股味道不是給你一個人聞的，是整條街都會知道。你第一口咬下去，外皮是脆的，不是硬，是會碎的那種，裡面的肉還在冒汁，燙到你想停，但手不會停。鹽酥雞的吃法很台灣，站着吃，邊走邊吃，只帶油到透明。你嘴巴很忙，手也很忙，完全沒空想別的事。它不是用來細品的，是用來發洩的。心情好吃，心情差更要吃。第7名，肉圓。這東西一出現，南北戰爭自動開打。炸的說蒸的是沒靈魂，蒸的說炸的太油太膩。但不管你站哪一邊，有一件事很確定，你一定吃過，外皮是關鍵。地瓜粉做的，半透明，不是脆也不是軟，是你一咬下去，牙齒會被粘住1秒的口感。不是失敗，是設計如此。裡面的肉早就醃好了，不求高級，只求一口下去有味道。
有時候還會藏一點筍丁，讓你在中間突然醒一下。炸的版本，外皮會起一點泡，油香先到，再到肉香。蒸的版本，整顆是滑的，醬汁直接包住，軟軟糯糯。不管哪種，重點都在那一圈醬。醬一淋下去，甜先鋪底，鹹在後面撐住，不是驚喜型調味，是從小就記得的那種味道。你吃肉圓的時候很少坐得住，通常是站在路邊，塑膠碗捧着，牙籤戳下去，一邊小心燙嘴，一邊怕裡面的汁爆出來。所以它排第7，因為它不統一，不完美，但它非常真實。第6名，一包。白色的包皮看起来很無辜，鬆鬆軟軟，像是沒什麼攻擊性，但真正的厲害在裡面。滷到發亮的五花肉被加進去，肥瘦分明，不是入口即化那種誇張，而是咬下去會先頂你一下，然後才慢慢散開。接着是酸菜，不是為了裝飾，是為了拉你一把。沒有它，這包會膩到你懷疑自己。有些攤還會加香菜，要不要香菜？在這裡是信仰問題，加了會更亂，但也更完整。你吃一包幾乎不可能乾淨，第一口就注定失敗，油會順着手指流，花生粉一定會掉，但你不會停，因為停下來只會更慘。一包不是讓你慢慢吃的東西，它是一場現實挑戰。在包皮它掉之前，在肉掉出來之前，你必須解決它。第5名，臭豆腐。你人還沒走到攤位，鼻子已經先投降。那味道不是香，但也不是單純的臭，是一種會強迫你承認它存在的氣味。油鍋一炸下去，整塊豆腐開始鼓起來，外皮裂開，裡面還在冒氣。老闆動作很快，但你知道這一塊一定很燙。撈起來之後，一刀下去，中間立刻張開，泡菜塞進去，不是裝飾，是必要條件。沒有泡菜，這東西吃不下去。第一口一定會小心，外皮是酥的，酥到會掉屑，裡面卻還是嫩的，熱氣直接衝出來，你會邊吃邊吹，嘴巴很忙。重點是對比，臭在外面，爽在裡面。泡菜的酸脆把油和味道全部拉開，辣醬一加，整個節奏才完整。臭豆腐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味道，是它的篩選功能。敢不敢吃，立刻分陣營。有些人繞道走，有些人直接排隊。你吃臭豆腐很少會優雅，通常是站在路邊，塑膠盤端着，邊吃邊確認衣服有沒有沾到味道。第4名，滷肉飯。一碗飯，一瓢滷，看起來簡單到不行，但你只要吃過一次好的，這輩子就回不去了。白飯先裝好，熱氣還在冒，滷汁一澆下去，油亮的肥肉丁貼着米粒流動，不是蓋在上面，是直接鑽進去。那一瞬間，飯就不再是飯了。肥肉是關鍵，太瘦沒靈魂，太肥會膩。好的滷肉飯，肥肉會在嘴裡先燉你一下，然後化開，留下鹹香和一點點甜。很多人會加半顆滷蛋，不是為了營養，是為了那一口蛋黃，沾着滷汁一起進嘴裡。你會下意識把飯撥一撥，只為了讓每一口都沾到。滷肉飯很少讓人拍照，因為你餓的時候根本沒耐心。它是那種坐下來3分鐘就能解決，卻會在心裡停很久的食物。學生時代吃它是便宜，是方便；長大之後吃它是熟悉，是安全。不管你今天過得好不好，這碗都不會背叛你。第3名，牛肉麵。只要提到牛肉麵，現場一定會分派系，和馬來西亞的肉骨茶一個道理。紅燒派覺得清湯沒個性，清湯派嫌紅燒
太油膩。但不管你站哪一邊，有一件事大家都同意：好的牛肉面會讓人安靜。先說湯，紅燒的是厚的，牛骨、醬油、香料慢慢熬，不是一口就轟你，是喝到後面才發現自己停不下來。清湯的是乾淨的，看起來淡，但喝下去會知道，它不是沒味道，是沒廢話。麵條一夾起來，一定要有重量，太軟不行，太硬也不行，咬下去要有阻力，但不會跟你對抗。牛肉是最後的考驗，不是越大塊越好，是切開之後，裡面還願不願意被咬。好的牛肉不用炫技，就能讓你點頭。你吃牛肉面很少滑手機，因為湯很燙，你會專心吹，專心吃。那幾分鐘，世界會自動變小。牛肉面不是每天吃的東西，但只要你認真想吃一頓，它一定會出現。第二名，炸雞排，這個厲害了，你幾乎不可能剛好路過雞排攤，油鍋在炸，聲音很吵，味道很直接，你還沒看到人潮，身體已經先停下來了。那塊雞排比臉都大，不是精緻路線，是正面硬剛，外皮裹粉下鍋，第一時間鎖住肉汁，裡面開始瘋狂冒氣，撈起來之後，剪還是不剪？又是一次信仰選擇，不剪豪邁，剪了方便。不管哪種，胡椒鹽一定下重手，不是調味，是定調。第一口咬下去，外皮直接碎開，不是硬，是脆到沒耐心。裡面的肉還在燙，你會下意識停1秒，但手不會停，那是一種明知道會燙，但還是要吃的衝動。雞排最厲害的地方，不是味道，而是存在感。你拿在手上，整條街都知道你在吃雞排，指帶油到變透明，手指一定會沾油。你已經放棄形象管理，它不是慢慢吃的東西，是邊走邊啃，邊閃人邊咬。吃到最後一口，你會有一種自己剛剛做了一件很爽的事的感覺。雞排不是每天都要吃，但只要夜市一出現，它一定在你腦袋裡出現過小吃。第一名，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排第一名，沒有討論空間，因為它早就不只是小吃，它是台灣最成功的一次輸出。你可以不吃夜市，可以不逛攤位，但你幾乎不可能沒喝過珍珠奶茶。透明杯子一拿，冰塊撞杯，奶茶晃一下，黑色的珍珠在裡面滾，吸管一戳下去，啵一聲，第一顆珍珠直接衝進嘴裡。口感是關鍵，不是硬，也不是軟，是那種你必須咬，但不會咬到獨攬的 Q， 一顆接一顆，嘴巴會自己找節奏。奶茶本身不搶戲，甜度、冰塊、茶味全部可以調整。它很聰明，永遠讓你以為這是為你做的那一杯。你什麼時候喝？上課前、下班後，心情好、心情差，沒事也會想喝。它不是獎勵，也不是慰藉，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。珍珠奶茶最可怕的地方在於，它讓全世界習慣了台灣的節奏，排隊點甜度、選冰量、等叫號拿走，這一整套現在到處都是，但只有在台灣，你才會覺得這件事這麼理所當然。所以它排第一，不是因為它最好喝，而是因為它已經融進生活裡了。如果你要用一種味道代表台灣，不是風景，不是地標，就是這一杯在你手上晃來晃去的珍珠奶茶。好了，這10樣東西沒有一道是為了上鏡而存在的，它們不精緻，不擺盤，也不需要別人告訴你好不好吃。如果哪一天你離開台灣，真正會想念的是這些，隨手就能買到，
卻再也吃不到一模一樣味道的東西。這就是台灣10大國民小吃。你也可以在評論區留言給我，告訴我還有哪些台灣國民小吃還沒講到。記得訂閱和點讚，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下期見。